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当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看着日元汇率一路崩跌，甚至有人开始喊出日元会贬到170甚至200的时候，日本最强大的券商野村证券却在此刻抛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震撼弹。野村在最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，日元即将在160到165这个区间正式见顶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市场上最极致的恐慌可能正是日元反转的前奏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日本政府明明看到汇率贬成这样，却还迟迟不出手干预？难道他们真的不在乎吗？野村证券揭露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市场真相。日本财务省其实是在等待，他们在等待市场上那些疯狂压住日元升值的散户，在受不了亏损被迫集体清仓的那一刻，才是官方发动总进攻收割空头的最佳时机。野村证券指出，尽管受到中东局势升温等不确定因素影响，日元近期承受强大贬值压力，美元兑日元一度逼近164关卡，但日元贬势可能已接近尾声。野村预估，今年夏季美元兑日元可能在160到165区间触顶，后续将受到联准会政策转向、日本银行升息步调加快以及日本政府政策干预三股力量影响。野村的核心判断是，短期内日元仍有测试165的可能，但美元强势已接近极限。随着7月联准会可能维持观望，以及日本银行内部逐渐形成加速升息共识，日元贬值趋势可能迎来转折。首先，近期推升美元的重要因素来自中东局势恶化，也门胡塞组织攻击红海油轮，加上美国对伊朗释出强硬讯号，引发市场对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。布兰特原油价格大幅上升，避险资金因此回流美元。华瑞认为，这代表日元弱势部分来自外部因素，而非日本基本面恶化。一旦能源供应疑虑缓解，油价回落，美元避险需求减弱，日元可能迎来反弹机会。其次，市场对联准会鹰派预期已高度反映。野村认为，7月 FOMC 出现意外升息的几率很低。近期美国通膨数据低于预期，市场已提前消化9月政策变化的可能性。因此，若联准会选择观望，美元强势可能出现修正。换言之，目前市场处于鹰派预期过度集中阶段。当投资人已充分反映最坏情境，只要联准会释出稍微温和的讯号，都可能成为美元回落、日元反弹的催化剂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银行政策方向正在改变。野村指出，日本企业与家庭的通膨预期持续升高，中长期通膨预期甚至可能达到 2% 目标，使日银从过去摆脱通缩的政策重心，逐渐转向防止物价过热。目前市场已有部分资金压住日银可能在9月或10月升息，虽然连续升息门槛仍高，但日银可能透过政策声明暗示未来升息空间，这将削弱日元套利交易的吸引力。野村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，日本政府迟迟未进行大规模外汇干预，可能与散户部位有关。目前日本外汇保证金市场中，散户大量做多日元，做空美元，当日元持续贬值，这些部位承受压力。日本当局可能等待市场杠杆部位被清洗后，再进行更有效率的实质干预。若散户仍相信政府一定会救市，干预效果可能被市场反向交易抵消。除了汇率干预，日本政府也正在推动资金回流政策，例如鼓励年金机构增加国内资产配置，以及研究扩大个人国债纳入 NISI 投资范围。若能吸引日本资金回流国内债券市场，对日元支撑效果可能比单纯干预更长久。对投资人而言，野村报告提供3点启示。第一，不宜在日元接近160到165区间时盲目追美元，这不只是技术阻力，也可能接近日本政府政策底线，市场存在快速反转风险。第二，密切关注日本国债殖利率与日银政策变化，若升息循环启动，日元资产吸引力将提升，全球债市与日股也可能受到影响。第三，持续观察油价与中东局势，能源价格是此轮美元走强的重要推手，若油价回落，日元反弹速度可能超出市场预期。总结而言，野村认为日元并非陷入无止境贬值，短期 C 仍可能挑战165，但联准会政策转折、日本银行升息预期升温，以及政府可能采取多重措施，都可能成为日元止贬反弹的重要力量。对投资人来说，华瑞认为真正需要防范的可能不是日元继续下跌，而是市场情绪反转后的快速回升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
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